家好，今天和大家看每日一题，图号2328 Number of increasing paths in a grid， 给定矩阵中单调递增路径的总数目。题目会给定一个指定高度和宽度的矩阵，要求我们计算这个矩阵里面单调递增，也可以讲成严格升序的路径数目，总数目有多少。然后每次移动的时候是4连通移动方向，这就是传统的上下左右。比较通俗的讲，可以讲成是东南西北，每一次有4个移动方向可以选择，然后计算出这个矩阵里面严格升序或者数学上讲单调递增的路径总数目有多少，然后最后数字可能会很大，所以要求我们最后对一个很大的常数10的9次方加7取余数，返回最后的答案。好，它又给我们2个范例，我们先快速的看一下。第一个范例是一个2乘2的矩阵，然后里面的内容是1、2、3、4。那这里面总共有几条呢？其实有8条，哪8条？第一条是4自己本身，本身这样也算一个长度为1的序列。那下一条呢？下一条就是3、4嘛。那再下一条呢？下一条就是3嘛，3自己本身也算一个，所以到这边已经有3条，就是4，然后3、4，然后3。那1呢？1这边有几条？1其实可以跟3、4串在一起，所以1、3、4这样的一条，然后1、3这样的一条，然后1自己也一条。所以到这边又加了3条，所以总共有6条。那右上角呢？右上角这个1也可以和4串起来，串起来就变成1、4，或者它也可以自己单独一条，单独一条的话就是1。对，这边又加了2条，所以总共就是8条。就像这边下面答案所详列的1、1、3、4，它们自己单独都是一条，然后1、3、1、4、3、4也是一条，最后最长那一条是1、3、4，然后总共有8条。那下一题就比较简单，下一题它倾向是一个简单解，它就是给我们一个扁平的阵列，然后里面内容是1、2，那总共有几条？总共有3条。第一条是1，第二条是1、2，第三条是2自己本身，所以总共有3条。好，我们接下来看约束条件。第一个约束条件说，给定的矩阵是有固定的高度和宽度，然后矩阵的高和宽最小是1，所以看到最小是1，知道我们可以排除空矩阵，就是我们可以不用检查空矩阵。题目保证最小输入至少会有1个元素，最大会是1000。然后题目又说最小 n 乘以 n， 那 n 乘以 n 相当于板子上的格子点总数，那格子点总数最小是1，最大是10的5次方，所以最少会是一个1乘以1的矩阵，最大会是一个板子，最大这个矩阵里面会有10万个格子点。然后最后一个说矩阵里面每一个元素最小是1，最大是10的5次方，所以它保证矩阵里面的值都会是正数，不可能是负的，也不会为零。好，它有给官方提示，我们跟着来看一下。官方提示第一条说我们可以怎么计算严格升序的路径，也可以讲单调递增的路径数目，从指定给定的坐标 ij。题目已经正式的要求我们从动态规划这个方向去着手。好，我们看下一条。下一条说，在给定坐标点 ij 上，它的方向数目要怎么和4个邻居相串联起来？这个提示也很有用，因为它已经暗示我们，第一个用动态规划，第二个用4连通的方向去着手，就是去想说当下这个格子点坐标 Fij 和4个相连的邻居东南西北上下左右这4个方向邻居会怎样的关联？好，像我们现在就切过来摆吧，这是来解范例和推导我们演算法。那我们就用第一个范例来建构演算法，因为它的解释性比较够。那可以怎么这样正式的来从动态规划来解这个题目呢？其实我们可以这样想，那其实对于每个格子点坐标，它都有上下左右或是东南西北4个方向邻居嘛，所以在探索的时候，我们就可以从上下左右开始探索，看看邻居有没有比我大的。那假如邻居有比我大的，那我就可以把方法数从我这边开始往邻居方法数开始加嘛，所以邻居的数目有多少个，然后加上我自己本身也是1条，那这边全部就会是从格子点坐标出发的方法数。好，我们就用这个范例来讲，从4出发，有没有人可以再往上涨？没有，因为1比4小，3也比4小，所以4的方法数只有1种。那从3出发呢？3能不能往上涨？可以，3可以往右边这个邻居往上涨，所以3、4这边又贡献1条路径，然后3自己本身也是1条，所以到这边就有两组了。那1呢？1也可以往下涨，对不对？那1可以往哪边涨？1其实也可以往下涨，1往下涨就变成和3原本的串联了。那3原本的方法数有几种？3原本的方法数有2种，所以
3原本的方法数在前面串上1，就是新的递增路径。这边是从3那边过来的，那1自己本身也是一条，所以1这边本身有一组，所以总共贡献3组。那最后这个右上角这个1呢，1可以往哪边找？右上角这个1它可以往下找，因为4比1大嘛，所以右上角那个1方法数就是把原本4的方法数翻过来，然后在前面加上1就是答案嘛。所以1到4这边贡献一组，然后1自己本身也是一组，所以最后这边就贡献2组。那总共方法数有几个呢？总共就是4的方法数加3的方法数加左上角这个1的方法数加上右上角这个1的方法数，所以就是1种加2种加3种加2种，所以就是3加3加2，最后就是8种，8种就是我们最后的答案。而且你可以发现，其实每次在建构的时候，它都是可以利用到邻居已经算好的答案。4算好是1，然后3可以往上爬，3可以利用4已经算好的答案，直接快速的构建出答案，不用重找。然后对于这个左上角这个1也是，1可以往下爬，1可以往下涨，往下涨的时候它可以直接往右看，3刚刚已经计算好有2条，所以其实这2条都是直接从3那边抄过来的，不用重复计算。对于这个1也是，右上角那个1它是不是可以往下涨？它往下涨的话，其实它就是把当初这个4的方法数直接抄过来，然后加上自己，就是一条新的方法数。所以我们结合深度优先，探索整张图，然后再利用动态规划，把已经看过的答案组起来，就可以构造出一个很高效率的演算法。那我们现在就来看这个演算法的形式。我们刚刚已经讲到，给定一个点坐标 x y， 它有上下左右4个相连的邻居嘛，也可以讲成东南西北，所以就是一个4连通的邻居。那方法数呢？假如定义 counting 是点坐标 x y 递增路径的总方法数，那它更新的规则就很简单，可以写成邻居的方法数加上我自己的方法数。那我自己的方法数一开始是1嘛，因为自己这样单独一个也算是一条路径，然后最后去探索4个相连的邻居，东南西北上下左右4个邻居。假如邻居在界内，而且邻居比我大，那我就直接把邻居的方法数做一个简单的加总，最后回传的 counting 就是点坐标 x y 严格升序的路径方法数，也可以讲点坐标 x y 单调递增的路径方法数。那这边还有一个小彩蛋要分享，那其实我们就会用到4连通嘛，4连通其实也有一个很高效率的制造位移向量的方法。我们刚才已经看到，就是点 x y 往上往下往左往右各平移一个位置嘛，所以我们只要写出一个固定序列0 1 0负1 0，用前面介绍过 iteration to pairwise 的方法，两两拜访就可以快速的造出这些位移向量。两两一组0 1会造出向下的位移向量，然后两两拜访1 0 1 0会造出往右的位移向量，然后0负1 0负1会造出往上的位移向量，然后最后一组是负1 0负0会造出往左的位移向量。所以一开始在程式的开头，我们可以先把4连通，也就是 n4的邻居的位移向量先快速造好，这样在内层迭代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直接拿来用，我就不用再重新制造，可以提升程式的执行效率。好，那现在已经有了整个演算法宏观的架构，也有制造4连通 n4邻居的方法，我们就可以来看我们程式码实现。好，其实这个程式就只是把刚刚白板的精神写下来而已。一开始会定一个很大很大的常数，这是题目要求的，它要求我们最后返回答案的时候，做一个很大的常数取余数再回传。然后第二步就是取得输入矩阵的高和宽。然后第三步就是刚刚在白板看到的，利用 iteration to pairwise 快速制造出4连通东南西北上下左右4个邻居的位移向量。所以这边就是那一步，把它写下来。接下来就是传统的 DP 建表，建造一个 DP table， 把看过答案存起来。然后接下来就是整个演算法的核心，一个4连通探索的方式，给定的点坐标 x y， 假如 x y 已经计算过，那我们就快速返回答案。那假如没有呢？假如没有的话，就从当下这个格子点 x y 出发。那因为最短就是只有自己一个也算是一个序列，所以 counting 会从1开始数。然后接下来探索刚刚造好的4连通位移向量，然后把邻居找出来。假如邻居在界内，而且邻居比我大，那我就直接把邻居的方法数直接加在我身上，就像我们刚刚在白板这边看到的。假如邻居已经造好了，我就可以把邻居的方法数直接加总在我自己身上，因为我可以透过邻居去延伸嘛，所以邻居的方法数就是我的方法数，最后加1，这个加1就是代表自己这一条，就是全部的方法数。
那最后计算完之后，把方法数回填到 DP 表格，最后传出答案。那最后的呼叫也很简单，最后就是拜访矩阵上所有格子点。这边也有一个很高效率的写法，因为板子的总点数就是矩阵的宽乘上矩阵的高嘛，所以相当于宽和高做一个卡式积，所以卡式积做完之后会取得全部的格子点坐标，全部的格子点坐标传入刚刚建造好的 DP 方序，最后做一个加总，相当于把每个格子点的方法数都做累积，累积完之后对一个很大的常数，这是题目一开始刚刚开头定义好的10的9次方加积取余数，最后回传就是我们最终答案。我们这边做快速的测试和比较，没有问题。好，那我们现在回来分析复杂度，它的时间成本和空间成本会落在哪里呢？其实不管时间或空间成本，就是落在这个核心的这个 DP 方选嘛，这个4连通探索这个方选。那它总成本多少？总成本就是4mn 嘛，因为每一个格子点有4个探索方向，那总共有几个格子点？总共有 n 乘以 n 个格子点，那每个格子点又有4个探索方向，所以最多就是4mn，而且我们这边使用了动态规划的技巧，所以每一次看过的格子点，只要被拜访过、被计算过方法数，我们会直接把它存入 DP 表格，所以下一次再被用到的时候，它可以直接回传答案，所以并不会有冗余计算的问题。那空间复杂度呢？空间复杂度就是这个 DP 方序，这个探索的方序最深会是多深？最深就是探索整个矩阵每个格子点一次嘛。比如说今天有个矩阵，假如长成这样子，比如说今天有个矩阵长成1、2、3、4、5、6、7、8、9这个形式，那最深的递回深度是多少？最深就是从1走到2， 2走到3， 3走到4， 4走到5， 5走到6， 6走到7， 7走到8， 8走到9，最深就是把矩阵里面每个格子点全部都拜访过一次，所以最深就是 big O m 乘以 n， 就是全部最大的，就是全部最大的递回深度。对，空间复杂度最深就是 big O m n。好，以上就是这一题的分析与讲解。那假如是第一次接触，或者还想要强化这种矩阵拜访、4连通结合深度优先和动态规划同学，我强烈建议跟着回头做这2题。第一题是题号300 longest ingredient subsequence， 这一题是一个一维版本的升序序列的计算问题。另一题经典考题是这一题，题号329 longest ingredient path in a matrix。那这一题可以和我们刚刚看到一开始原本那一题可以说是兄弟姐妹题的，那它其实考的都是在矩阵中严格升序的路径，所以这2题都用到我们刚刚动态规划还有深度优先拜访的技巧。强烈跟着做这2题来强化巩固我们今天学到的知识点。以上就是今天全部的分析与讲解。那假如还有想要发问或者讨论的话呢，可以在影片下面留言。那也非常欢迎你分享给身边正在学习也算法或者解题的同学朋友。然后最后记得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就可以在第一时间收到学习资源和解题影片。好，我是小松鼠，你的网络助教，我们下次再见喽，拜拜。